你好，我是艾利克萨利。我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一下2023年整个加密行业的发展的一个展望，以及市场呢将会该怎么走。我这几天呢大量的阅读了很多大公司的报告，以及一些大 V 的总结啊，然后呢发现大部分人的观点呢是非常的空洞而没有意义的。大家应该都读过那种大而空的报告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你感觉他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呢，又感觉他什么都没有讲。那尤其是一些大公司的报告，非常的冗长而且呢没有太多的营养。那么我就根据自己这1年多以来的这个阅读啊，以及对后面市场的这个理解，那我给大家呢出一个自己的2023年的展望，希望能够给所有的朋友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有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好，我是艾利克萨利。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2023年的一些展望。那么排名第一的就是这个关键词呢是监管。那整个2022年呢走到现在，很多朋友都经历了各种加密公司的暴雷，他们的破产以及清算。那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熊市中也是多次出现，但是呢本次熊市出现的规模呢更大一些，很多公司的破产呢是直接影响了监管机构的政策。比如说上个月暴雷的这个 FTX， 很明显的这是美国的 SEC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后果，但是呢监管机构它也有上司，对吧？那这种大规模的公司的暴雷一定程度上就引起了更高层的注意。那这些失败和破产的加密的实体的公司，它有一些共同点啊，比如说这个过多的杠杆然后风险控制不足，以及在某些情况之下不道德以及欺诈的商业行为。那其实杠杆和风险的在传统金融行业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传统金融行业它也充斥着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呢传统金融行业已经发展了100-200年，所以说从监管的监督来看，很多法律呢它是已经健全了，很多公司呢即便是游走在这种灰色的地带，它也是受到严格的法律框架的限制。2023年随着监管机构越来越了解整个加密行业，那监管的法律条文呢也会慢慢的完善起来，监管的这个框架呢也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一定程度的监管呢，我认为对整个加密行业它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我们大家不要一听到监管呢就觉得是利空啊，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利空。加密行业从比特币诞生到今天已经走完了13年的历程，这13年呢不仅仅是我们在接受比特币，那监管机构呢也在慢慢的接受。所以说以后的这个路子呢就是改变之前野蛮生长的状态慢慢的被主流的机构和政府机构所接受。那接着我们说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大机构的持续的出货。我们看到整个2022年很多大机构都扛不住压力，慢慢的死掉。原因之一呢就是他们在场外呢加了杠杆，然后呢在场内也加杠杆，这样的话呢一旦出现连环清算，他们就会死掉。那我们提到大机构不得不提灰度基金。那目前呢我在这个新频道立刻交易日记每天都会追踪灰度基金的持仓的情况。那我看到灰度呢每个交易日都在慢慢的出货。那本轮牛市的高点呢是得益于灰度基金不断的买入比特币。同样的道理呢，本轮熊市的最低点呢，我相信呢也会是因为灰度基金扛不住压力，持续不断的卖掉比特币而导致。那另外一个机构呢就是微策略，他们的杠杆呢实际上是加的并不大，但是呢也是有杠杆的，对吧？目前看微策略被清算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呢应该对应是$3000，但是呢如果比特币价格继续持续的降低，他们也会扛不住，会卖掉一部分的比特币。那就在我准备本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地址呢是疑似微策略的钱包它出货了2万多个比特币。那消息呢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一旦这些大机构开始出货，那就会带来一种恐慌蔓延的情绪。那这种情绪必然呢会波及到中心化的交易所。那说到中心化交易所，我们不得不提到币安。目前呢币安的资金的净流出呢依然是非常巨大的。那我在新频道立刻交易日记也是每天都在观测这个数据一旦很多人对整个加密行业产生极度悲观的情绪，就会有更大比例的用户呢永远的离开这个市场。那他们永远的离开这个市场呢，也会带着资金
坚定的离场，会进一步加剧中心化交易所的困难的程度啊！我相信很多的小的交易所会很难熬过这个熊市啊！币安能不能熬过去，完全看天意啊！目前的无法有这个定论。很多人在评论区说，如果说币安倒闭了，就没有整个加密行业了，那纯属是一派胡言。2017年之前的市场呢，它就没有币安，那当时比特币的涨幅呢也会更大。另外呢，币安一家独大呢，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垄断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币安呢，它一直以来都被美国的这种反洗钱机构进行调查着，所以说一旦被定罪，美国的这些相关的部门呢，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调查所有的交易所，甚至极力反对所有的交易所，会对很多交易所带来更加不良的影响啊！如果说2023年出现一个币安的对手，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的话，能够互相制衡一下，防止垄断的现象出现，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很大的良性的影响。那我们说第3个关键词啊，经济大环境进一步恶化啊！我们都知道，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大环境并不好，俄乌战争依然呢没有结束。前2天的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还来美国国会进行演讲，那美国甚至还通过了赞助俄罗斯的这种资金的法案，这让战争更加的难以自然的结束。俄乌战争不结束，世界的局势呢就会有这个往更大坏的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美国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深受着高通胀的影响。那这个高通胀的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美联储的大量的放水，而美联储天真的认为，如果说我反过来操作，让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进行下去，是不是就能够拯救高通胀？所以说他们就会继续的紧缩货币政策，预计2023年一整年都会继续笼罩在加息的氛围当中，整个金融环境呢都会继续的恶化啊，包括目前暴跌的美股，美国呢明年呢将会看到更多的股票腰斩之后呢再腰斩，而美股也会影响到加密货币整个币圈。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山寨币会继续跌去50%甚至到90%，比特币呢以太坊会缩小跌幅，出现抗跌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谨防一些不良的大 V 呢怂恿你去买所谓的山寨币，那比如说有减半预期的莱特币。那这个莱特币呢，虽然是说很早的项目，但是呢，目前来看没有应用，没有生态，那不知道这个币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灰度基金持仓莱特币，所以说莱特币有价值，这个逻辑呢是完全讲不通的。那灰度基金它也持仓了很多的垃圾币，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参考的意义。如果说很多大 V 此时此刻去忽悠你去买莱特币，它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去站岗，方便他们的资金出逃。OK， 好，我们看第4个关键词啊，就是比特币的矿工的投降。我们前面看到，最大的一家比特币矿工申请破产，但是依然有很多的矿工在咬着牙坚持。那根据最近的 Glassnode 的数据呢，表明比特币矿工每天出的比特币的数量呢，它达到了日产出量的135%。那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他们挖出来的比特币100%卖掉，还要把存货给继续这个销售出来。目前挖矿的成本价呢是19874美元一个比特币，那目前的比特币的价格呢是16500多，平均每挖到1枚比特币呢，那个矿工就会亏损3000多美元。那随着比特币价格的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亏损的数字呢就会越来越大。能够在这个熊市中坚持活下来的矿工呢，一定是资金储备比较雄厚的实体的公司。但是呢，根据很多数据显示，大部分的矿工呢都是融资而组建的，那这部分融资的资金也有可能呢在有这个附加的条件或者是加了杠杆的，那一定会有一部分的矿工会因为杠杆而活不下去。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矿工的投降呢，势必会对比特币的算力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也会进一步影响比特币的价格。OK， 好，那么我们看第5个关键词啊，以太坊的上海升级。那我们之前的节目很详细的介绍过以太坊的升级的情况，根据以太坊官方的声明2023年3月份呢就会对以太坊进行上海升级。上海升级之后呢，大家在以太坊官网质押的ETH 的代币呢就可以提现出来或者是你在其他的平台质押的 ETH 就可以提现出来，可以去销售了。所以很明显啊，只要能够提现出来，就会有人拿到市场上去卖掉。至于抛售量大不大呢，我们目前呢是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呢市场呢是炒这个预期的，很多人拿现货呢就会因为这件事情的出现而提前卖掉自己的 ETH， 这才是市场上出现下跌的一个动力啊。但是呢，上海升级之后会对以太坊的质押带来巨大的市场。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以太坊虽然说是完成了从 POW 到 POS 的转换，但是呢，目前你只能去质押，而不能够自由的取款。那这就给
很多人带来的疑惑啊，为什么不能自由的存取？甚至之前呢 ，Michael Saylor 呢也是公开说，这完全可以说成是一个骗局。那上海升级之后，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呢，会去做这个节点，去配合整个网络，完成下一步的飞跃。那第6个关键词呢，就是机会。很多在牛市中啊能够爆发的项目，往往都是在熊市当中出现的。比如说上一次熊市中出现的 DeFi， 就是本轮牛市的一个巨大的爆发点。那么本轮熊市中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机会呢？那我个人认为呢，第一个呢就是 GameFi， 当然了，不是这个上一轮牛市中出现的这种垃圾的游戏啊。那下一轮出现爆发的游戏呢，一定会是这种用户粘性非常强的，可以将很多玩家呢从外部带到这个加密行业的内部，让他们离不开这个行业，而变成生活的一个部分。那目前很多大厂的游戏公司呢，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布局了。2023年，如果我们有幸呢看到一些参与性和操作性非常强的游戏，一定要提前布局。那第二呢，就是我认为 Web 3.0 的相关的概念呢，会是下一轮牛市的顶梁柱，尤其是以社交媒体、视频自媒体为依托的 Web 3.0，需要大家密切的关注。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